近年来赊刀人不断现身江湖，并留下各式的预言，在网络是迅速传播，成为当今一大艺术。2022年3月下旬，赊刀人说出了一段影响全中国人的预言：集团崩，红船沉，坏人亡绝灭，好人含冤得雪，他就来收钱。结果引起的是无数网友的关注。在中共权贵红二代、红三代统治下的中国经常被称之为红潮该不会说是中共高层发生大海啸，中共国不久要出大事儿了呢？一时之间成为各界谈论的热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神秘的赊刀人。从民间流传和现有的视频来看这赊刀人是一群淳朴的小商贩走街串巷以卖刀具为生，有时也卖些锅碗瓢盆什么的。不过他们卖刀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只赊不卖。通常还留下几句话，预言未来的时局，等到日后灵验了再来收钱。所以说赊刀人都带有一股神秘色彩。赊刀人被现代人所熟知是源于《申报》的一个故事。咸丰11年，浙江奉化来了这么一位赊刀人，凡是看到人多的地方他就停船靠岸摆刀来卖你说他卖刀吧，他又分文不取，还说等到米价从80文跌到18文的时候他再过来收钱。这围观的人一听就开始起哄，笑他太疯癫照他这样做生意，岂不是要赔得血本无归呢？再说了，现在把你的刀拿走了，万一我们搬家了，到时候你还怎么要账呢？总之这没几个人相信赊刀人的话。可没想到1875年光绪皇帝登基之后宁波的米价还真的就一路跌到了18文，人们这才想起赊刀人的话真的应验了。很快，赊刀人的故事在民间是不胫而走，成了传奇式的人物。由于晚清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反清运动，所以是官府担心百姓聚众作乱，于是派人去抓捕赊刀人，但赊刀人早已不见踪影了。赊刀人平日里是神出鬼没，但是每逢大事便会看到他们的踪影。日本侵华时期就有赊刀人走街串巷，在村子里叫卖。一位农夫碰巧要赊刀，于是赊刀人就留下了一句话，说鬼子被赶跑的时候自己再来收钱粮。一听说日本兵会被赶跑农夫便将赊刀人的话传给了乡亲们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是越传越广，最后激怒了日本人。有的赊刀人就被日本兵给抓走了。临走的时候赊刀人还告诉乡亲我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到时候有人会来接替我收钱粮，大家可以放心的把钱粮交给他。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赊刀人也不曾改变预言。如果说是为了赊一把刀，这么做不仅赚不到钱，反而是丢了性命。有人就想了，赊刀人该不会是隐于世间的某个得道高人吧？借着赊刀的话头提醒咱们老百姓。在中国的民间故事里各路神仙道长化身为乞丐、老婆婆游走世间，教化百姓也不在少数。说不定赊刀人也有这个本事呢，即便被日本人抓起来，也能来个金蝉脱壳，用个树枝鞋把来个假身带死，这真身早就离开了吧。神秘的赊刀人不仅在大陆出没，在台湾也出现过。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5个月之后台湾街头便冒出了一群人，看打扮就是普通的农民，不过他们都自称是赊刀人。1977年，一位高雄的美国记者找到了赊刀人，赊了把刀。这赊刀人告诉他说等到邓小平和你们总统见面的时候我再来收钱。没想到1979年，邓小平还真的和美国卡特总统见面了。当那位美国记者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是震惊的目瞪口呆。当这位记者再次来到高雄竟然又碰到了先前的赊刀人。预言成真记者当场也支付了欠下的买刀钱。看起来这赊刀人卖刀只是个噱头，说预言才是目的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不少地区不时的出现赊刀人，
当时留下的预言听起来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说这句：人将脱衣而出，兽将穿衣而行。在那个年代刚度过了缺衣少食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陆人呢，很难理解这句话。这一转眼到了现在，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看看这大街上人们穿的衣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短，而家中的宠物这阿猫阿狗却穿着衣服和鞋子溜街。你看看赊道人的话又应验了吧？在赊道人在民间被传的是神乎其神的时候这野生福尔摩斯们开始按耐不住了，纷纷跳出来开始嘴炮。这赊道人纯粹是靠瞎猜，一条预言跨度几年几十年才能兑现，怎么蒙还蒙不对呀？如果说这赊道人是靠蒙的，那么从咸丰到光绪这时间跨度呢长达14年，赊道人却能够准确的给出18文的米价，不是16文，也不是19文。期间米价可是不断浮动的别说14年了，今年和前几年的物价相比都是浮动的难猜即便在计算机大数据发达的现在要想准确预测几年后物价具体涨到或者跌到多少，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2019年2月，在湖北黄冈大别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呢，来了这么一位赊刀人，50多岁的模样。对于当下的经济条件呢，老百姓买把菜刀用不了几个钱儿，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赊刀。不过呢，赊刀人仍旧坚持只赊不卖，还说等到这个地方是家家户户都在家中坐牢服刑，有门不能出，有路不让走的时候再来收钱。村子里的人一听就觉得这赊道人说的话实在是不着调咱们这个地方治安再不好，也不至于是家家户户都得坐牢呀。不过呢，很快随着2019年新冠瘟疫大流行呢，中国大陆严厉封控，有的村子挖断了路，阻止人员流动，有的城市楼下的公寓大门都被焊死了，就是让人待在自己的家里，连下楼都不允许。大家足不出户，人们这才回过味儿来，自己这跟坐牢也确实没啥区别。看来赊道人还真不是一般的人。那么对于追踪赊道人的动态呢，就成了人们了解实时动态的指南。2020年的10月22日，河南信阳市新县城南又出来了赊刀人，这2把菜刀138，当年不收钱，第2年才来收钱，还说这老百姓身边会有大事发生，如果挺过这一关，日后必能是大富大贵，一生是顺遂平安。那么说，至于要发生什么事儿呢？这赊道人守口如瓶，只字未提。一转眼呢，到了2021年的7月，河南发生了特大水灾，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人们震惊之余才明白，原来赊道人早就预见到了。从过去赊道人的预言来看呢，有的预言了灾难，比如说河南灾难大瘟疫，或者是年顶收成，甚至涉及到中国时局的巨变。2023年8月16号上午，辽宁锦州某小区惊现赊刀人，戴着头盔和口罩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卖一些刀具，车上放了一个喇叭，不断的吆喝着55块钱，3年后给钱。也就是说到了2026年来收钱。有人就说了，这菜刀55是不是提醒人悟，让人醒悟呢？2024年6月，海外社交媒体 X 推主真相传媒发布一段视频说，6月25日，赊刀人重出江湖，在湖南某地农村出现了赊刀人，同样是只赊不卖。他还强调等到猪肉涨到了40块钱一斤，当地米价涨到6块钱一斤再来收钱。根据当前的物价来看如果赊道人的话日后应验，那就是意味着这米价、肉价上涨了将近2倍，能造成大米和肉价翻倍上涨，要么就是天灾影响了收成，要么就是经济变得更糟，或者是出现新一轮的瘟疫，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物价飞涨。这赊刀人的预言让人联想到今年网上流传的关于末日大劫难、神救人的现代版的预言。前不久，美国牧师布莱登·比格斯在节目中预言说，他看到了另一场大瘟疫流行的场面。这一场将会导致3.5亿人死亡，
与之相比呢，2020年的新冠只是个小儿科。他说，能在这场大瘟疫的风暴中存活下来的人，那都是得到神的保护。他们周围有一道大约3英尺的光芒，身体外面呢还罩着一层发光罩。这层发光的保护罩保护人们能够度过瘟疫的大劫难。比格斯还看到了人类的灾难呢将会像爆米花一样接连的发生，就像灾难片2012中演的那样。他在意象中看到美国呢将发生经济崩溃，开始的时间点呢可能在2025年的年初，全球都会遭到重创。他说呢，人们在前3年里都会生活的异常困苦。在7月24日的视频当中呢，比格斯预言说，神将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局势，最终将引发重大变革，而中共面对神的安排没有任何能力阻挡。比格斯和中国射刀人的预言都预示着一场巨变将会在东西方上演。这些预言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回心转意，转向神，顺应天地之道，做个真正的好人，才能躲过劫难的降临。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